其实我挺遗憾的，但是，嗯，哒哒哒哒哒。接了个电话，叫了点那个东北豆角子。我刚才就最近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刷没刷到那个抖音，就一直在说最近是那个东北孩子的噩梦，就是东北的豆角子下来了。然后我就很久没吃豆角了，我就说那我自己做点吧，外边做的吧不合我口味，我就自己做点，我就是用五花肉炖点那个油豆角，炖点那个就是土豆，我等会儿就是造2碗大米饭。我东北的超爱吃，对我也超爱吃，我现在都吃不到。完了，有的人就说那个什么那个东北孩子的噩梦，我现在都吃不到，而且就现在就抖音上就是关于东北的两个那个话题，一个是下大酱，一个是那个豆角子，无非就是这两个话题啊。所以我在网上买了一些那个东北大酱，小大夫吃不了，但是我偶尔我也想吃一吃，而且东北大酱跟那个买的那种熟酱不一样的，还是那种就是自己家的那种酱，还挺好。排骨炖多好吃，排骨炖多好吃，排骨排骨太贵了啊！你们知道就是我这次出去玩嘛，我这次出去玩，然后那个就是他那个就是旅游度假村旁边的那个就是他当地的那种农村的市场，猪肉12块钱一斤。但你们知道，就是我如果说在超市买这种肉，是18块半斤，18块钱半斤，然后排骨也是33块钱半斤，就是超市它的价格是这样的啊，所以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在没在超市买过肉，它都是250克或者200克啊，还比那个就是农贸市场贵一半，就没办法，所以我就说那少买点五花肉吧。那个排骨，我说妈呀，这太金贵了，我的天，就觉得很奢侈。我们小的时候也不怎么吃排骨啊，也不怎么吃排骨，然后也没有那么大的执念。我小的时候就爱吃那个就是什么，我最爱吃的就是孜然肉片，1斤五花肉，你做饭一顿都1斤五花肉，我的天，光吃肉啊不腻呀、你是哪儿人？我是东北人，但是我现在在广东。1斤五花肉，孜然猪肉，我吃孜然猪肉。市场你都特价买市场的是新鲜肉，就是我为什么不在这边买新鲜的肉呢？我给大家说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深圳地区吧，那个肉都是挂在外边的，你们能懂吗？就深圳地区的肉都是挂在外边的，然后深圳地区的温度是非常高的，就经常你买回家的肉它是臭的，因为为什么它臭呢？温度太高了，它在外边，而且有的是那个就表皮已经干了。为什么呀？因为它一直在外边，就是就风也呲它，对吧？所以就是在广州，你只能早上就买肉，或者说你去超市买肉，你要是下午去买那个肉，基本上就不能吃了。
啊，就基本上就是OK，你不介意我 OK，那我是非常介意的，就是你知道肉这个东西，或者是就是肉这个东西有一点点味儿，我都受不了。酒吧还在营业，对，是还在营业，有一点点味儿我都能吃出来，肉我可真不敢，而且就是在广州这边饮食非常非常清淡了，我就不太爱吃那么多的肉，就是肉我觉得就是借味儿啊，因为你要有那个猪油啊，好吃，都饿死了。买菜的那个他说晚点到。居家好男人，居家好男人，我也不算是居家好男人，我是没钱，我是真没钱，我是真没钱。我前一段时间我就跟小大夫说，我说那不去北京了，完了那个咱俩做自媒体，你把工作辞了。他说好。我说那你把那个车也卖了吧，咱都没钱了。因为说实在，我现在现金几乎没有，就我现在手里的现金就是每天的营业额，所以就非常非常少。因为现在做生意又难做，我就说那你把车卖了。他说好，我说把车卖了，我说好。大丈夫，现在就真的做生意太难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做生意。反正我现在开酒吧就是见不到钱儿，见不到钱儿，这么善解人意的对象吗？有这么深？就是他时而懂事儿，时而懂事儿，时而就是不懂事儿啊。回东北吧，我东北没有房子，小大夫00后，00年，写字楼好多公司倒闭了，是的，对，昨天晚上我就给他掰扯嘛，我说你一天你就是怀疑我这个怀疑我那个，我说因为我是做酒吧行业的，你们知道就是我觉得大家传统印象的酒吧老板和现实中的酒吧老板其实是非常准确的，就是你可能觉得说在酒吧工作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工作，那我觉得不见得，但是酒吧老板一定是复杂的，这回你们能懂吗？就是酒吧老板一定是那种就是说，哎，就是你要做得好的话，一定是就是那个这个是我大哥，然后他可能对我有点意思，然后他来我这边消费，他一定是这样的。因为做酒吧老板，大家都要个面儿。那为什么其他行业的酒吧老板他不是这样？因为我们是同性恋酒吧，所以多多少少人顾客会对你有一些好感，或者说就是说，哎，你俩就是会有一点点小暧昧。那我觉得这个你避免不了，那除非就是说，别人说，哎，图图，今天我给你带来一个大客户啊，怎么样？不，我有对象了，请不要侮辱我，把你的朋友带走吧。这你不可能是这样啊，你不可能是这样。那你是这对吧？你有的时候你就明知，我说实在，我现在就是明知道就是可能，哎，这个新来的客户他是我的粉丝，然后他可能喜欢我，然后那个我其实我就是不能说就是上来就亲啃，不太会，但是人家就是对你表达就是好感的时候，你不能就比如说
有的粉丝一见到我就说，百里屠夫，百里屠夫，你就是百里屠夫，我做梦都想见到你，我好喜欢你。啊，我有对象了。不，不，不能。那我不可能这么害别人，你知道吧？我不可能这么害别人，我可能就会说，百里屠夫，你就是百里屠夫，我做梦都想见到你，是吧？哎呀，小伙子，来来来，坐这儿坐这儿，别害羞别害羞，来来来，坐这儿，坐这儿。多大了？26。长得真可爱。一个人过来的，我肯定是这样啊，对啊，我肯定是这样啊，对吧？我肯定是这样啊，对啊，对吧？不是坐在大腿上，坐大腿上有点是会有人拍我，有人拍我，对，所以就是说句完了问一定是这样，所以就是可能因为你知道小大夫的不安全感，你们知道因为什么吗？因为我经常在我的酒吧里边，会跟别人就是所谓的 social，里边有小大夫的朋友，跟小大夫认识，有的人就会欠儿登的就会问说，哎，小大夫回来了，他们就说小大夫，那个你跟百里屠夫分了吗？小大夫说没有啊。那我看他跟别人啃上了，你知道吧？就是会这种，你知道吧？所以他就他就没有安全感，你知道，就有人告状，你告状你不太好吧？你是不是？对。但是我很少跟别人啃上，我都是借位，就有的时候就是可能关系比较好的，就朋友过来，然后可能你就会就跟他开玩笑，然后你就会借位就表演一下，龙二更帅，龙二更帅，是吧？很少，意思还是有了。什么还是有了？我刚才说什么了？让你抓着把柄了吗？你那个匣子里面有要洗的吗？应该没有，我也没换啥东西啊，而且就是直接下水，我就穿着裤子就下水就。没有脏的吗？没有。你带那么多新的哇衣服，那这些都是干净的。是啊。一件脏的都没有吗？没有啊，我们在那又不干农活，也不脏，而且又没出汗。然后我就洗了。他还发现兔子有酒窝，我一直都有酒窝，一直有酒窝。你晚上吃饭了吗？没吃。那你不说？不饿。3点多回去，然后他们6点钟去吃饭，我说我不饿，他就问我吃一点，我说我不吃，你们吃。那等会儿我就做一个菜，我又不饿。我叫了那个天虹超市，我想炖点那个土豆，炖点豆角子。不饿，我就是一直喝水喝很多。谢谢。
喝水了，喝饱了，天气太热了，没什么吃的胃口。行了，回来干点活吧。这什么？就把那个土豆给我选了。全是土豆。这个做什么？这是啥呀？油豆角。这要炖呐。又买肉，冰箱里还有肉。那个肉我得化多长时间才能吃啊？所以要做饭，就中午的时候就要化肉。所以我等会儿我要做2道菜，你吃不吃？我不吃。那我就做1道了啊。我都不饿。掐豆角子。这个带这么多。本来人家开开心心玩3天啊，在这块作，哎，现在可好，人家群里都炸秧了，啊， 3天一直骂我呢。3天你需要带6套衣服，你去选美啊？那我晚上不得换1套衣服，然后那个下水的时候不得换1套，早上起来的时候得换1套。3天穿3天穿10套，你去选美，那就够了。真是的，这宰豆角子。我的幻想，因为我们本来计划要去海边的，它虽然说有那个泳池，但是旁边就是海，对吧？好好的计划被打乱了，我都觉得说，哎，好像出去好几天了，结果才发现才走1天，家里炸了，哎呀妈，家里闹的呀。是1天吗？不是2天吗？1天呢？2天呢？那怎么能是2天呢？周5、周6啊。我不就是在那住1晚上吗？住1晚上，出去2天。那不就1天吗？又不是按睡觉的时间来算的。他们群里炸锅说什么？要讨伐我呀，就搞得大家不开心啊。怎么讨伐你？就说什么嘛？就说搞得大家没玩好。是吗？那你自己看群嘛。可以呀，给我看一下。不给你看。不给我看。不给你看。你不是说可以吗？又不给我看了。那你给我看看你跟你闺蜜聊天，可以吗？这是你说他们在群。咱俩得互相看呢。你说你的群里面炸锅了，我的群里面。不是，我现在就很好奇，为什么你不给我看你跟你闺蜜聊天？你自己说。她跟她闺蜜不知道怎么吐槽我呢。她闺蜜本来就看不上我，她那些闺蜜就觉得白羽夫妇也太江湖了吧。觉得我特别强势，肉还是有点干干巴巴的。我觉得我们这里好坏了。啊？好乱。那个袋儿呢？装零食那个袋儿呢？不是这个。装狗的东西了。等我做着豆角子得香死个人儿。你看这个东西咱不吃就扔，该扔扔。那个拍视频用啊。这个可难吃了，也不红啊，这东西。要拍那种什么青梅精，这玩意儿，那对胃都不好，我感觉那玩意儿。
人家爱看这个内名买的这个，人家都不知道这是啥。这肉我用不完呢，这么多肉。明天就去吃啊。这五花肉挺好。你可以，如果做猪油渣的话，就很香了。先吃点人该吃的啊。妈呀，猪油渣不是人吃的。猪油渣那都是小的时候为了靠油那些不好吃的东西，就是边角料那属于。放屁，那个才叫香。现在就没有人故意去做，就相当于我们小的时候吃那个锅巴，现在当个好玩意儿。那个小的时候那是因为捞那个饭，它才有锅巴。现在专门去做这玩意儿。你也快要工作了，那个才香迷糊的。快要工作了，其实就是大家在工作的时候，你一定要就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工作不是说为别人做的，工作你要自己知道自己的规划，千万不要觉得我在工作，其实你不是在工作，你是在就是在韬光养晦，千万不要觉得这太多了感觉，炖点豆角全是。切完嘛，切完你明天要是再做菜的话，不用切了，你做不完你就装起来嘛，冻起来。像我吃饺子也是，就是我不爱吃那种肉馅特别多的饺子。切都是肉条。呀，这块好肥啊！啥时候能吃你给我做一顿饭？我给你做一顿饭，这咸那的。你做饭真的是，就让我知道，就是你的家乡应该没有什么好吃的。谁说？但我们那边的味道很淡，可能都不符合你的口味。你们做饭就是大盐大油，又咸又油。这块给 Monkey。他吃生肉啊？完全吃。不腻吗？它是狗。它是狗，它也能吃出味道啊。今天那个莲藕汤，他把汤都喝了，然后喝了咸，然后呢给他装了一碗。莲藕汤我喝都咸。然后他装了一碗水给他，他把那碗水都喝完了。这炖的大豆角的，你吃一下。冰箱里面那些菜怎么办？不要了。我寻思放假让你吃个剩饭，然后反思一下，结果没吃。我实在是，你都不爱吃剩饭，让你吃剩饭。我让你知道，就是说。我反思。小孩子不教训不行。昨天被我治得倍儿服的，哎呀！回来我就不给他好脸子，然后我就教训他一顿。现在你看老实了吧，说话开始轻言细语了，你就得收拾，不能太惯，知道吧？唉。坏了，臭。天气那么热，你又没动起来。你为什么不动？我不是放在冰箱里的。屁嘞！这是你刚买的吧？放屁！
那我不知道，一直你都没放。那我就不知道。那你做菜你动一下。你不是当家主母吗？主母是不用干活的。那我给你找个小丫鬟进来，你都得把那个小丫鬟毒死。他能把我毒死吗？哎，这有咸鸭蛋呢。我没买咸鸭蛋。那是我单位发的。昨天我代驾的钱给我报了，1080多。不是800吗？1000多。1000多。这个好重啊。自己琢磨。这个能让你少吃点，把你的肚子勒紧。是运动带的，平时谁带？打到我的手了。这么硬，豆饺子不得肚子半个小时啊？真好啊！不舒服。把一个人打倒之后，大衣就开始骑过进去。当我拿到保罗的时候，我到这里不行。在学校的生活里，有资格去上大学。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昨天晚上其实就是那什么，就是我出去玩儿，然后他怕我跟别人
搞科学，然后他非得逼我，就是跟我耍小性子，就我不得不回来。人朋友圈就开始威胁上了，啊，深圳周边哪里可以出去玩，你知道吗？整事儿了，这开始。拍拖会不会很累？赚钱累。那你要说感情上的累，其实我这段感情感情上我没觉得累，我就是会觉得钱不够用，钱不够花会累。思思，你感觉到不好吗？会不会真的那么好？好吃吗？一般般，这个是啥味儿的呀？有一个藤椒味儿的。这个一点都不辣。没啥味儿。就是没什么味儿，还是得上网。那个，这不还有好多吗？都一样的呀，只是那种不一样，品牌不一样，味道不一样。我觉得还是得上网买的那种才好吃。这个应该好吃。不都是牛排味吗？这样吃牛排味一样的。看看这个。他追她呢？对啊。为什么不追她呀？猪猪多好看！这猪猪猪结婚了，好像嫁了个有钱人好像。嫁了个香港老公。他跟他说他被性侵的事情，他考虑了很久。考虑了，其实就代表着就是说。哎，有讲的这个，手机呢？刚刚这个都没有，就只有边上。好久不见。是的。说我呢，如果从刚才的公司见到你，是约你家做点事情的。1块钱。知道我为什么说你听？啥？1元优惠券。优惠券呢？谁会买的？收蛋。这个没味儿，这个相对有味儿一点。一样牌子的卧龙。哦。只是包装不同。那就别说了。确实。别人谈恋爱都是从相识、互相了解，然后表白，再开开心心在一起。中间可能会吵架，最后都不在那个。咱们俩是从吵架开始，然后开开心心做了几年好朋友。聊完之后，还有气儿吗？没有。还有，就很成功，顺理成章的。周4，咱们周4少那么多天。周3吃宵夜买的，到现在没气儿了。
我才是大王。没有。你为什么会这么想？我上次说的不够清楚吗？我不需要男人。我不能因为一个男人就否定全世界的男人。你叫我做不跑步不聊天，人家不讨厌你，对不对？那我们的关系为什么不能再往前发展一步？没必要。玫瑰的故事。是啊，对。你先把我姓用定了，我给你当男朋友，用期6个月，你不行把我开了。你这个，看这个美颜开的有点大，我要偷偷关小一点。怎么调啊？我在找美颜。真的，这赛季度的算不算？功能设置。对。其实，在人力资源管理这方面，我对你项目是非常放心的，因为你够有经验。哦，这里。但是，美颜艺术策划这个项目你也得稍微少。为什么？艺术策划是需要投入感情，硬是感情。但是我觉得，你有点缺乏情感敏锐度，或者说，你这个人不太善于表达情感。如果你的目标是做职业经理的话，以你现在的能力，不管是在清洁还是在任何一家公司，都没有。可是如果你想在艺术这个行业取得成功，你必须要学会理性和感性。人都帮你说话呢，行，他多小心眼儿，哎，是不是？啊，没有，我还以为你在看聊天记录。那你就这么想我的？没有啊，就觉得你有的时候你太在意别人评价你。我又不在意。这个相对有味儿。你长期把自己放在一种非常压抑的状态，哦，我喜欢吃这个。那个没味道，会失去对你的能量。他选这仨女的都挺好看。你上次提的问题，貌似很正确。孤独也是命可怕。可怕的是，一个人孤独的时间长了，长出一身厚厚的毛根，像是一面清净的。一旦渴望爱情，就要有着天道亲手将明天一片一片的擦去。哇，你这个装修，就是他这拍出来的质感，就是上海的那个质感。暖暖的，这调色。上海人喜欢实木。本身这个导演好像也是偏那挂。那是很早。你也会睡觉？对，回学校。就是住这种地方啊，我都能压抑死。干什么？住这种地方我都能压抑死。他也不给又窄，然后那个周围邻居又多，客气。就是这种房子我都能压抑死。但你知道上海有好多的都是这种房子。还有小阁楼。早上刚买完肉，那不能有夫妻生活，我觉得有夫妻生活肯定会说，而且你就是圈子里。我没事好的，谢谢啊。
上来了，上来了。你说你要去北京住这种地方，有点，住这种地方，周围的邻居都特别那个，还是深圳好。如果要相信曾经渴望却曾面对，就会自我催眠，告诉自己不需要，也不行，也瞧不上，甚至这个画面就很做作，你知道为什么做作吗？这在自己家里边拿一杯红酒，喝不醉不说，对面看外边的景都是居民楼，你在看什么？你装什么？知道吧？人家的是在想意思。不是你这些画面你不能细寻思，你要细寻思，你带入生活你就觉得说啊，要不要这么做作？今天这顿饭我请。没事，请人吃饭，我也得好。是，那炒饭总得说个行吧。够吧，行。同意了。上一次我说的话挺伤人的，我跟你道歉。对不起。偶尔出去玩玩没关系的。不是，它上面有一个人说，他说出去玩有什么意思？在讲更安心。看电视天牌卫生巾，让你观看玫瑰的故事。我跟你们说，这个超好吃。一般。这个很好吃，上小黄车，快点，快点上个小黄车，让大家买这个，这个很好吃。有小黄车吗？有。华为 P 冷清系列让你收看高光时刻。添加上。没想到你还行呢。我跟你说，我小时候也这样。搜索。这个叫无语感。所有农夫山泉都来自天然水源，邀你观看玫瑰的故事。你没选品，你得下播选品。没有，你没选。不有。你没选这个，这你是选这个果脂支架。对呀、这个超好用啊！就比如说你在性关系里边，你有一些怪癖，你喜欢拍摄的话，用这个非常的好，非常的稳，而且就是那个视角非常的棒。你没上，没上吗？我这小黄车里没有我那个。你有那个支架。就那个挂脖子那个。我说这个没有。比如说你在某个动作或者说某个位置的时候，你就挂它，然后去拍，非常，你手就能腾出来了。那件事在我心里面。即使刚才可能是过去。先关一会儿吧，这个上。我这个不太擅长。我关一会儿啊。要。我关一会儿，我把这个上。好吃。好吃。我跟你讲，这个很好吃。我关一下，我要把那个上。